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我们大家也看到了，法国最近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劫案哦。这劫案是什么呢？到了罗浮宫这里哦。好，这个蒙面的劫匪哦，4分钟之内哦是偷走了多件的藏品。我们看到这个数名劫匪哦，4分钟之内闯进了展馆，偷走了9件藏品哦。那失窃的都是无价之宝。好，当地官员说正在评估损失，那认为这一次涉及有组织犯案，所以博物馆在礼拜天的时候是全日的进行关闭。好，大家就说蛮夸张的竟然会发生失窃，而且是罗浮宫哦。好，那他说失窃的多件都是拿破仑时期的无价之宝。他们说是一群窃贼在罗浮宫锯开了窗户，那随后骑着摩托车盗走了一批王室珠宝逃逸。好，被窃的珍贵的文物初估有9件，然后都是拿破仑时期的珠宝。好，大家就说这真的是电影情节哦。那电影都演过了，竟然罗浮宫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现在呢，连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也是一直在这个当下是听取了内政部长的一个报告，还有文化部长这边来讲说这个罗浮宫持枪械抢劫的事件进展跟案件的调查。所以呢，罗浮宫被窃全球都很关注，尤其微博也上了热搜一个是第6、8还有10都是相关的新闻。好，那我们就讲到马克宏大家现在说马克宏除了有罗浮宫危机，他自己就有政治危机。因为呢，《金融时报》报道说，法国的政局非常的动荡，而且是很多富豪很忧心。那现在这些法国的富豪呢，他们怎么做？当然因为政局不好，他们就要把钱往外拿往外转到了像是卢森堡跟瑞士那这总理这个勒克努也为了填补预算的赤字，现在要打算向高所得人士来增税所以现在也确实是把有钱人往外推。那现在马克宏的时间也被说是不多了，因为最近的民调显示确实只有15%的受访者对他的执政还是有信心，那64%的受访者是要求马克宏要辞职，那也创下了一个新高的数据那大部分33%的受访者则是希望说新的法国总理来自国民联盟或是其他这个政治盟友。好，那当然现在政治乱局看在法国这边是比较危急的，那是不是也有这一些美国操控的玄机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总理2年换了6次，而且出现有史以来最短命的总理只有27天。那这内阁任命不到24小时就遭解散，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就会认为说有导致这个欧洲右翼势力扩张。好，那这欧洲极右翼势力所倡导就是国家主权优先，然后反移民，也质疑对乌克兰的援助等主张。那这跟美国的这个川普所说的美国优先的目标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如果美国透过支持极右来间接操控欧洲政局的话，可能就会引发欧盟内部民主体制进一步的扭曲所以大家有认为说，是不是美国就是幕后让这个欧盟现在很扭曲的一个藏镜人好，那欧盟现在的防务备战路线图也遭到很多方的质疑，因为他们提出这个路线图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那具体的阐述欧盟应该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途径要做好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那也就是不再抱持着未来可能依赖美国保护的幻想像是布鲁塞尔当局就已经明确表示说，他们的军事装备要求必须由欧洲来主导安全的组织北约，那并非欧盟来制定所以这跟过去有一些不一样。好，那欧盟也是想要说强制中国企业技转让。好，那中方3个反对是明确的表态，那也就是欧盟考虑要强制要求在欧洲经营的中国大陆企业必须向欧洲公司来进行技转。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外交部马上就是以3个反对明确的进行表态，包含的是反对违反了世贸组织规范强制技转，还有反对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也反对以提升竞争力为名采保护主义歧视性的做法。好，所以我们再看这个欧盟也就是接下来要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有一些因应跟讨论。那他们呢
聚集起来的就是跟 G7 的成员国来进行协调。那当然就是要看怎么来因应中国的管制。但是中国的稀土政策到底会不会害到自己哦？因为现在说呢，这个川普为了回应中国稀土管制，不是加征了新关税吗？然后之后又态度转软，所以专家就认为说，中国的稀土限制其实是可以阻止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的一个经济，所以反而中国会让自己的经济体进一步的孤立哦。所以七伤拳就是这样子嘛，你要打别人，自己也会有一些影响。好，我们再先看到的是法国这个罗浮宫的结案，让大家叹为观止，这不是电影演的吗？就怎么真实上演？我们先问亮哥。我这个4到7分钟之内就犯了这个案，而且是高度专业的组织犯案，有计划性的。对，我觉得这个只要成功了，就会有人开始跟进，因为显然是太好偷了。因为罗浮宫1年的旅客有870万人，是全世界最密集的博物馆之一啦。那个装监视器也不够，那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会来偷啊！而且技术如此高干啊，只不到7分钟就整个结束了。那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跟进这个就是对法国人做事这个松散的一个教训优雅。也不能这样讲，就是说，坦白讲，美国人跟英国人、德国人做事情就不会像他那么松散那他们也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发生嘛？就像故宫，你能够想象故宫会被偷窃吗？对不对？而且是集团犯案，而且是还把那个玻璃割开，这个怎么难以想象了？可是就是发生了，那当然现在检讨了很多这个安防的漏洞那表示以前根本没想到嘛，那至于说要去挑拨欧洲的右翼这个是做不到的啦。不要高估这些人的力量那个你看法国那个后来也是输掉了那个 Le Pen 然后德国的替代选择也是输掉了。我觉得不容易啦，大概只有在特殊的地方啦，而且基本上也是联合内阁啦，比如说意大利那个意大利兄弟党那个门洛尼，他就是极右派，可是因为他不是单独执政实际上单独执政是不可能的啦比如说高市早苗，他能右到哪里？他也会受到一定的节制嘛。其实只要多党政治，你说要去壮大极右，那去幻想像川普这样掌握所有的行政权，这几乎都不可能因为你要知道，当年纳粹是单独执政的，对不对？所以欧洲现在已经难以想象会有这个情况了。大概只有很小的国家，比如说奥地利荷兰那极右执政，可是对欧洲影响，我觉得有限那至于这个美国在那边幻想说我要联合欧洲来制裁中国的稀土管制出口，这个非常的困难，因为每个国家的利益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德国是汽车大国，那它的永磁原料进口是世界第一占了 18%， 美国只有 12%。那德国会不会跟中国单独交易？当然有可能那别的国家又不一定坐车，所以跟你的利益不一定一致好，我们接着问谢大使。其实罗浮宫会被窃是可能性非常高的。它罗浮宫不是一个像这个紫禁城它四周都是高墙围墙，很清楚的，然后旁边还有护城河。罗浮宫它是一个这样子摸字形的，摸字形，然后它这一面呢，直接旁边就是大马路，所以它就在马路边。这个罗浮宫这边建筑到这边它连个外围墙都没有，它旁边有大马路，大马路旁边就塞纳河。那当时他们去找，当时这个法国总统去找这个人家来设计罗浮宫的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找到贝聿铭。为什么？贝聿铭那个搞了一个金字塔，然后呢，那法国人认为大逆不道，怎么修这个？可是呢，人家认为是一个建筑师的所以是一个天才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他把罗浮宫找到一个入口，
要不然罗浮宫这样子这么长一个摸字头，到处都是入口，你知道？然后大家不晓得从哪里开，整合不起来。那个贝聿铭的设计师找了一个设计好，那边就是它的入口，然后从那里面设计了一个动线，把一个非常大的王宫给它串起来。那里面非常的大，我跟你讲，除了我去过很多次，对，我也去过。我跟你讲，它除了那个蒙娜丽莎微笑的那个展，哇，前面人万头站哦，很多地方也空空如也、啊。对，而且他现在去抢的是9点半刚开门的时候，你知道这些窃贼多少？他开一辆车子，然后就停在那个大马路旁边，旁边就是罗浮宫，然后他用一个电梯子上去，他们都穿着工人的服装，所以整差不多就7分钟左右就办完，是根本就是专业，而且已经锁定要抢什么，怎么走，什么时间去，都非常清楚了。可见呢，罗浮宫呢就是传统的法国人散漫，这么多宝贝，你知道被抢走的一颗钻石叫这个摄政王钻石140.64克拉，哇！你知道它的市值估计是多少钱？6000万美元。所以一颗钻石就已经6000万美元了。可是呢，安全防护具居然这么的差。你通常你去切割那个外缘的那个窗户的时候，你那个也有点警报设备吗？就没有。对啊。然后进去呢，你那些装那些珠宝的那个框框，你也搞个防弹玻璃，它也没有，所以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人在看着。所以呢，真的是他应该算是自己开门已到。真正要检讨的就是应该法国这个国家整个管理阶层的松散，国宝不当一回事。不过法国宝贝实在太多了，法国宝贝太多了。不过这个罗浮宫被窃就可以获得一个结论，这个法兰西帝国的虚假的身段比他19世纪还更糟糕，这个国家前景不太乐观。看马克宏就知道了。舰长。我也谈一下这个窃案我发现这个窃案拍成电影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第一个，我只研究过它有几个特殊之处。任何一个我们去偷东西，对不对？一定是深更半夜嘛，对不对？它没有，它大白天。为什么？因为夜间的保安系统跟白天的保安系统是不一样的，白天会切掉一些，所以它就是挑了一个白天。那除了这之外，它挑的时间非常的巧妙。因为他9点钟才开门，对不对？开门之后，你要从入口处进去买票、安检，然后你进去之后，你一路直奔那个叫做阿波罗画廊那阿波罗画廊还有3层，地下 B1， 第一层、第二层，它在最上面那层的就是这个宝石。我进去之后，我哪都不去，我就直接往这走，大概9点20分才能够到达，这是最早的时间。他挑9点30，意思那个时间。那个里面不可能有任何人，哪个游客会直奔那里去过去啊？沿途有多少东西可以看啊？所以那时候是没有人的。然后第3个，这一段时间罗浮宫在整修外墙，所以像刚刚接大子说的，有一个车挂上去之后，大家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它就这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外墙这些施工。然后第4个，因为他过去的这个整个过程他知道是没人的，所以对不起，这个案子叫做窃案。不是抢案，窃案在法国最严重判7年。刚刚接大子说的那是1粒钻石你知道那一个皇冠上有多少粒钻石？那个是价值不菲的不得了的所以你知道，如果说你叫我说判7年去抢这些东西，不窃这些东西，好像还蛮划得来。当然不要被抓，对不对？那最后你要讲谁会去偷这些东西？这些都是世界这个知名的东西，你拿到哪卖，都有人知道那通常是第一已经有买家了，我叫你去偷这个，偷出来我就收藏好，我是一个有钱人，我就是看了它就高兴，我也不卖，这是一种事先已经有买家。第二，还真有一些小偷是这样子的，像上个月9月，埃及你知道有一个法老王的手镯被偷了，那个是3000年的古董那是多贵就他偷出去怎么办？他给它融了，变成一个金子，卖了10几万台币，13万、14万，我就要这个10几万台币就好。意思就是说，你今天我偷的这个皇冠上面这么多钻石我给它一个一个摘下来，你140多颗，我给它切割开来，你就很难知道了。但是我还是认为说，应该是已经有买家了，因为有些人就以拥有而这个感觉到非常的开心，他不会去卖的。
哦，所以你看罗浮宫哦，这个抢案哦，算是劫案呐，吼，大家都觉得说实在有够离谱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持续来关心，现在在美国真的是非常乱，尤其反川示威的人非常的多。我们先看到因为川普扬言要派军进驻到旧金山哦，这也是民主党执政城市的一个标的哦。好，那川普在受访的时候威胁说，我要派军到旧金山来进驻哦，希望将美军部署到更多由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哦。他说要让他们再次伟大。好，不知道去旧金山怎么再次伟大。好，但是因为他的种种的行为，现在美国人民心渐失吗？我们看到好多这个反川普的示威你可以看画面上这个是不要国王的反川普示威行动。主办单位说，在全美已经超过2700场的集会活动，合计有将近700万人上街来反对川普，成为建国25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好，但是呢，川普就是狂。好，为什么用这样下标呢？因为无视全美拒绝国王的示威，他的 AI 影片还疑似投了这个屎弹来进行挑衅好，那可以看到他这个头戴皇冠驾驶战斗机朝地面群众来泼洒咖啡色的液体，很明显就在嘲讽示威者那这个是 AI 影片生成的。所以实在有够夸张，这个是总统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所展现出的这个影片。好，那也看到从挺川普到看傻眼乔罗根他是知名主持人，他现在对于这个川普也是非常的不满。他说川普的军事化大规模的驱逐行动，他表达了这个忧虑所以现在皮尤研究中心6月的调查结果发现48%美国民众认为川普的行动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更糟。那川普呢，现在呢，专机也疑似发现说有人在锁定他这个是 FBI 美国这边的帕特尔透露说，他上周抵达佛州国际机场之前在他的专机空军1号着陆的视线范围发现了狩猎架。FBI 有发现可疑的物品，但是现场没有可疑人员牵涉在内，所以大家也很担心这个川普的安危。好，但是呢，美国政府停摆现在还是持续在进行。那英国的《独立报》则发现说，美国国安部也斥资大约是1.72亿美元，要为部长这个还有其他的高官购买2架的湾流 G700的豪华飞机。那现在因为美国政府是停摆所以大家就说了，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挥霍无度那也希望能够澄清这个资金的来源。那加州官员则说，现在在海军陆战队活动期间也发现一枚炮弹在5号的洲际公路上面爆炸那加州公路巡逻队的一辆车和摩托车上面，那这个这个车队是副总统范斯的安保人员。那这件事情引发加州州长的抗议他说在5号洲际公路附近这个进行实弹射击非常危险，但是军方说有保持开放，而且说是安全的。好，但现在看到炮弹的碎片就直接出现在这个洲际公路上面，所以真的是相当危险。好，那川普也呛哥伦比亚总统是毒品首脑。那金融时报说这个现在还扬言说要切断对各国的资金援助，那这对于各国的这个关税恐怕也会增加加征好，那哥伦比亚总统则说，这些指控非常严重已经损害了哥伦比亚总统以及全国民众的这个尊严。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是哥伦比亚毒贩嘛，本世纪最大的敌人好，那委内瑞拉皮皮抓现在也是说很担心川普会把美国陷入一个未授权的战争当中这是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凯恩获得了共和党参议员保罗支持的跨党派3人小组，就提出了一个联合决议，只是在这个阻止美国总统川普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之下，对委内瑞拉采取一个军事行动。好，
好，那美方不是用企图的行动来进行这个侵犯委内瑞拉的主权哦。那美方近期在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也遭南美国家强烈的批评。那哥伦比亚说，美方的行动其实就是侵犯他们的主权。好，那委内瑞拉这边也说，美国军事部署是一种威胁，他们的国家已经完成了抵御美方威胁的一个防御计划。好，那川普当然就是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当成是一个很大的政敌哦。好，但是这是别人的国家，所以很多人也觉得不太妥当。好，我们还是回到反川浪潮，现在美国4起，我们先问亮哥。我现在给人家感觉就是川普内外都不遵守规则嘛，所以就到处，比如说对外就是关税战啦，对内就要用国民兵去各州干涉治安啦，然后对美洲就是把委内瑞拉马杜洛，还有现在哥伦比亚的 Petro， 他都把它当作毒枭集团的共犯因为只有法律上确认，那他才能够把你当作恐怖团体，那这样才不是国际战争，然后就用 CIA 啊，用美军啊，就直接把你干掉。说我是在消灭毒枭，不是在发动跟委内瑞拉的战争他目前对马杜洛，你只要提供证据证明他跟毒枭集团有关，美国赏$5000万，就这样，真的这样搞啊？他就真的这样搞。那这个 Petro 是左翼耶，就因为在联合国前面骂过他你用这样来搞人家。这个 Petro 怎么可能跟毒贩有关呢？他就是反毒的代表哇！所以你不觉得就是乱搞一通吗？然后那个坦白说，你这个 No King's Protest， 那个没有国王的这个抗议，700万人上街，美国立国以来最大的群众抗议这个当然就是这里面我同意了，一定有一大堆非法移民也在里面那广义的啦，也包括他派国民兵要去镇压他讨厌的团体啦，什么 Antifa 啦，一大堆啦就是现在世界就是闹哄哄的国际也是国际就是它变来变去比如说本来不是说要帮乌克兰吗？然后要提供战斧飞弹吗？结果就在上个礼拜，他又把泽连斯基叫到白宫，又大骂他一顿然后又说我打电话给普京，我们即将在匈牙利见面，所以战斧飞弹我不给你了。这种人怎么打交道对吗？所以我们台美的关系所以你去看郑丽君郑丽君，我现在体会你的难处。对，日本也一样现在高市早苗即将，他如果联合政府组成，也要面对川普李在明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觉得就是坦白讲，只有跟一个国家他不敢乱来，就中国大陆那其他都好像是随便这样玩来玩去，改来改去，都没有规则可循嘛。其实对内也是，然后现在对美洲国家也是那我无言以对啦。其实你们刚对贸易战，最高法院如果判他失败，你认为贸易战就会停？你们太乐观了，他可以找别的法律。他事实上还可以找别的法律，继续把贸易战搞下去。所以真的能够阻止他的，真的只有什么股票大跌啦，或者是明年民调暴跌啦，然后让共和党选不下去了，那不得不缓和一下。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完全无视法律了，因为像上个礼拜那个金融时报还登出彭博啦，登了一个好大的新闻，说他们家族都在炒作虚拟货币，光是今年获利$15亿呢，没有人敢抓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美国政治政商勾结到这么赤裸裸，然后司法单位不敢办。好，所以整个国际闹哄哄，最主要原因不就是川普吗？谢大师，不是司法单位原因是因为他前 FBI 的那个局长被川普起诉了，所以现在的 FBI 局长他自己人，司法部长他自己人，所以川普现在已经是真的是一个 king 了。那他真的很有趣我觉得川普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有趣。人家说 no king， 对，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是他自己制作的影片的。对，
他给他自己头上也挂了一个 king， 意思就是说你们说不要 king， 我就是 king， 把自己当做教宗啊。对啊，我自己就是 king。然后这个图片是他在自己的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弄，然后呢，可见呢，他根本有恃无恐，他根本不把这些要反对他的人当一回事。他在上面教那些什么，教屎、废弃物、废弃物、子弹。对，所以这是川普的心态啦。那美国能不乱的话，真的我也觉得很难啊。哎，总统这样干，而他在干这件事的同时的时候，全美国有700万人在街头上示威 No King 的时候，他的副手，哇，这个马屁真的是拍的，我看这个空前绝后。范斯总统也发表了一张照片。又是我们川普总统头上又戴了一个 king， 然后拿出一把宝剑，然后呢，下面跪的是裴洛西等一般人等，就跪在那边，他就发表这个照片。你看总统、副总统就这样干，这不皇室复辟吗？对，皇室复辟，我就是 king， 怎么样？对，所以就变成现在美国真的是，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真的是面临了历史上最大一次挑战。可是问题川普他可能他的民调最近是有增无减任期还没满1年，还没满1年也就是说，他今天跑去炸委内瑞拉、炸哥伦比亚，然后在国内呢用这些 ICE 戴着蒙面的去到处抓人，美国有1半以上的人是支持的觉得很爽觉得这个总统终于做出我们过去只敢想不敢做的事。对了，这个总统真好。所以呢，川普才会面临人家这个 No King 的时候，他就自己戴个王冠，坐个飞机去轰炸别人。所以呢，这个情况之下，以我们就常识跟历史上过去的判断的话，我们只能目前先暂定一个初步的结论，就美国的分裂会加剧，而且彼此间的对立也会升高，这是必然的。那继续加剧升高到什么程度？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看它的发展吧。好，这就是情感极化之下的状态而尤其又有这个川普推波助澜的这个催化剂舰长，我对川普的观察他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商人，而且他这一辈子起起伏伏他深深体会到那个钱的那个力量，所以他最大的志向就是赚钱。那他这一辈子最能够赚大钱的几率，就是他这个川普2.0的4年，这就是我对他这个人在做事方面的判断。你从怎么样去看如果说今天他采取一个政策，然后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块饼，这块饼就是很多很多的财富，然后会变成美国的，我想他会去做。但是他突然发现，如果他中间留一个私手，就是自己的私心，私下留一手，那我可以把这块大饼里面一大块就变成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其余的饼因为它被他切掉了之后，就没有办法拨给美国，就美国1毛都赚不到了。你知不知道川普这时候会做什么决定？我可以保证你，川普这时候是毫不考虑的为自己切一块，他就认为这个钱就是他的，因为他经历过钱的威力，他知道钱有多大的力量，他也知道他万一没有钱，他这一辈子就完蛋了，所以他拼命在赚钱。而且你看他们这些做事，就像刚刚看的那个丢那个粪蛋的那个，对那个底下丢的那个，我完全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他自己在那发布的。他完毕之后有一个还不是网友的二创对啊是他自己做的自己弄的。完毕之后有一个网红叫哈利，在美国算很有名的，他就问了一个，他说：“请问川普，为什么你要朝我丢粪蛋？”他这个问完之后，你知道那个总统范斯、副总统范斯立刻在底下留言说什么？你知道？我会帮你问总统哈利，直接在那留。你会发现，美国的现在这群官员是一群叫做什么？喜欢斗嘴的一个市井的小混混。你不觉得他们都是这样子吗？每一个官员都是那种嘴脸，喜欢斗，而且他们一切斗的标准都是我要巩固我们川皇的地位。因为什么？川皇给了我这个权利，范斯也好像国防部长也好，那些平常更不晓得在哪，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就是这么有缘高高在上的，所以他对川普真是唯命是从，每天都在讲一些供奉这个川普的话，
实在让我们看着觉得是非常的痛心，你知道？然后呢，委内瑞拉那里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可怜的一群人，为什么？委内瑞拉是全世界藏油量最丰富的，可是这个国家被毒贩、黑帮、警察、政客这4个勾结起来，整个国家人民啊是民不聊生。最近有很多的片子在拍摄这些年轻人的委内瑞拉去想要跑到美国去，这沿途的这个艰辛的过程，然后在这过中间被黑帮抓住，女孩子就抓走了，就不见了。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韩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基。一伦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张渊舰长黄征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等一下郭正亮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的现场。好，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又是川普哦，他是不是又塌口了呢？好，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哦，是他呢松绑对等关税，也扩大了豁免品项，好像是悄悄的豁免了数十项产品的对等关税。那也宣布，如果跟美国敲定了贸易协议，可以再享有数百项商品免关税的待遇。好，就显示说这个川普政府悄悄调整了贸易政策，那为了什么？大家评断说，有可能是为了最高法院关税官司有可能败诉，先预做准备。好，所以大家就说这就是他口的表现嘛，突然放软哦。那关税的松绑清单也曝光，那就看到啦，很多网友就说太棒了，太棒了，大利多现在这个股市又要喷发了吗？所以呢，大家说周一开盘直接买进说会躺着赚，还有人说川黄就是炒股炒币，市场跌必他口。好，大家已经看懂了这个川普的这个步骤吗？其实连中国那边也是一样都可以思考到川普最担心的就是股市下跌。好，那现在呢，货架空空，价格上涨美国人讲述说川普关税的代价。好，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就讲说它导致的价格上涨让他的生活更实惠，承诺的这个说法是相互矛盾的，所以美国人生活起来是越来越辛苦了。好，他们就说你看到了这个物价飙升很明显这一届政府过去和现在都不关心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好，所以川普真的要小心马上就要他的期中选举了，这些美国人的想法跟日常的生活紧绷可能会反噬他。好，那在中国说已经得到了美国想要的贸易战因为在关税和管制出口已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战斗时，川普的大交易是不可能实现的。好，那当然现在美国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豆。好，因为呢中国去买大豆嘛，所以美国谷仓堆太满，还瞬间崩塌。我们带大家来看这画面这是伊利诺州的一处谷仓上周因为堆满了大豆，先是有水泥隆起接着就蹦出了裂缝，几秒钟之内哇，整个引发大面积的崩塌好，真的是中国又不买，现在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好，那当然还看到了是地沟油成宝贝美国说川普禁运的威胁没效，反而是暴露了美国他们自己在新能源的弱点。好，我们看到这是彭博社的这个报道说，中国输美的食用油实则就是俗称的地沟油、废弃食用油。那它美国对这个废品依赖度很高，禁运只会伤己。好，那大家想到地沟油在台湾其实没有人吃所以美国要地沟油干嘛呢？其实这个废弃食用油经过提炼可以变成永续的航空燃料，但是美国本土的废弃食用油产量非常的少，所以高度的依赖进口，那依赖的就是中国大陆输美的这个食用油，也就是所谓的地沟油，所以现在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新能源弱点。好，那我们也看到中国针锋相对的关税正在损害大豆种植者的销售，也就是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消除了美国农民享有的一个价格优势，那对于美国农民也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路透社也说这中国进口商20多年来是第一次尚未购买美国的秋收大豆。
好，那都导致了农民损失，现在估算起来大概是数十亿美元这对农民伤害很大。好，那当然我们也说了，这大豆的州就是算是红州，所以对于川普的伤害也是非常的大。好，那我们也要看到川普接下来到底会不会跟习近平谈到大豆问题，也是大家要关注的。不过呢，川普也不只是农业可能会有一些想法，他对台积电其实也在打这个算盘跟主意我们看到川普又在提到台湾咯。好，这次他讲说这个晶片厂，除非是在美国生产制造，否则企业会被课高额的晶片关税。那企业从此全世界都会回到美国，所以包含台湾回到美国生产。好，他说美国供应链正在快速的回流那企业也从全球各地回到美国的本土生产。他说这个举动会为美国带来高达20兆美元的经济注入。他说这是一场奇迹。好，那当然，这看在我们这个台湾人眼里，就觉得说，这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这个赖政府也是对于台积电是不是也是要拱手让给美国？所以有人就讲到了卖国啦，说卖国的速度非常快啦。好，那台积电也有受邀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也才讲说，这个有韩国的大企业领袖跟川普这边在海湖庄园有见面。好，其实不止韩国，还有日本以及台湾的大企业领袖都有跟川普一起去打高尔夫。好，外媒却说这台积电有受邀，但是一个理由拒绝了。好，那这是韩媒的朝鲜日报所报道他说台湾的台积电有受邀，但是他们是以美中关系紧张带来一个负担为由，所以婉拒出席了。好，网友就做恶创影片因为看到了台积电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欢迎今天来到我们快乐智多星节目现场的大来宾莱尔校长。上一下综艺节目会显得更加亲民了，我没有问题的。请听题，请您说出我们学校都有什么？我们还有音乐。闭嘴，以后都不要唱这首歌了。我们还有羽球。校长，您让我当了最年轻的运动老师，所以您是想加入我们吗？我们还有护校神山半导体。回答错误，护校神山已经搬到阿美利卡学校去了。好，网友的揶揄就是在讲述现在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的一个可能的困境因为大家也都蛮担心的。好，我们首先又看到川普又塌口了，因为现在说很多的部分他是悄悄的在松绑。好，我们就先问亮哥。我觉得他可能是针对物价上涨的东西在松绑吧，那他本来就支持不下去了啦，他就是用一些你不注意的方式，就是慢慢退场就是这样那聚焦，坦白讲，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聚焦因为刚刚讲什么20兆美元到美国投资，我不知道他是梦到哪里了。日本5500亿还不知道在哪里嘞，韩国3500亿也不知道在哪里。台积电没有错，他要投资美国，可是1650亿，台积电的规划是到2035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美国的 GDP 就25兆，什么20兆投资美国，投资你的头啦，投资所以川普的话基本上不用听每天胡说八道比如说大豆，事实上我认为他这个月底见习近平，如果他没有拿出东西来交换不到了。那川普的幕僚，我觉得他真的整个乱了啦，他又在胡说八道，说中国不买我们的大豆，我们就不要买它的食用油，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美国食用油是用的很少的，因为中国要炒菜嘛中国一年的食用油是37万吨美国只有2万吨哇，天差地别。那你在那边讲食用油进口的总价只有大概2000万美金因为中国大陆还是有华人、亚洲人，不，美国啦中国大陆一年买美国的大豆，去年的数字是140亿美元你看差多少？那你没有办法因为2024年中国大陆买美国的大豆
还买了20%，可是今年现在已经10月了，现在只买了5%，所以美国农民当然受不了啊，因为他当然就会用预期的角度去种啊，然后现在做仓储嘛，那都卖不出去啊，因为大豆真的大买家就是中国啊，为什么呢？因为它这是基改大豆，所以基改大豆就是进来之后就是榨油，不然就喂猪嘛。那榨油就是植物油嘛，就大豆油。是。哦、没有地方卖。美国人哪有人在用大豆油，对不对？所以美国人不可能买大豆啊，他榨油要卖给谁？那喂猪，美国的猪肉的消费远低于牛肉嘛，这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当你要对中国大陆做铺天盖地的贸易战、科技战，那人家也会盘点自己的优势嘛。他的优势就是我的购买力，那大家都来斗嘛。而且9月的数字刚公布哦，今年9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少了27%，那对欧洲、对那个东盟啊，都是东协了啊。都增加了15%，然后对拉丁美洲就中南美洲啊增加56%，那当然主要就是巴西嘛，你想也知道嘛，所以你去想一想啊，那中国大陆9月对全世界的贸易增加8.3%，对你美国少了27%，中国大陆的整体贸易还在增加，它光是9月出口额就3820亿美元出口，可是不是跟你做生意，跟别人做生意，所以这里已经是一个根本问题了啦。全世界还有88%的市场不在美国啦，你自己要想清楚啦，就这样。好，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很大的问题哦。那当然，川普现在很多牌都出了，感觉已经快无招可用了。介大使。对，现在对他很大一个威胁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这个川普啊，他的对等关税的合法性这个判决。那这个判决事实上，这个从一般法理来讲的话，一般比较了解美国的贸易法的都会认为川普就是越权了。对，那看你立法，你这个最高法院虽然现在大部分是共和党所怎么讲呢？所提名的大法院的最高法院法官，可你还是要讲法理啊，你是文意解释还是法理解释？那你要替川普，你要把他怎么讲解套的话，那看你怎么解释了。因为美国的宪法第1条就非常明确的讲，国会拥有管理对外贸易的专属权利，所以相关的贸易要按照国会通过的相关的贸易法令交给行政部门去执行。那所以就是说，我以前也在美国服务过，我们很清楚的，贸易权基本上就是国会的。美国总统拥有的权利是很小，他可以跟国会商量的做。如果国会是他的同党的这个在控制的话，那总统看起来是拥有贸易的权利。可是就法论法的话，这是国会授予他做一些事情的一个法律的授权而已。那权利还是在国会。可是这次川普通过了很多这些所谓的贸易法规跟措施，尤其是对等关税来讲，他引用的一个法律叫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他认为这个法律他就可以怎么样为所欲为，把美国在国际社会在参加国际组织，尤其 WTO 所做出来的有关贸易的承诺，原这些承诺都放在一边，就变成 one on one 对每一个贸易国家个别实行各种不同的贸易的惩罚。这个基本上是完全把国际贸易法撕毁了，尤其是美国对 WTO 所做的法律承诺完全撕毁了。那不过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它能够使用这个法律的一个所谓的前提要件，也就是美国要面临不寻常及重大的国家灾难的时候，你才可以引用这个所谓的美国国际紧急法律权利，给你做一些紧急的处置，而且不是永久性的。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川普大概对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啊，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了。所以他现在在怎么开后门，以免到时候如果说最高法院判决是这个川普败诉的话，川普面临立刻有一个很大的麻烦是什么？
就他必须要退税。他已经向美国的各种进口商还有相关这个产业所征收的这些关税，他必须要把它退还。那这个退还的过程中呢，据估计大概有$2000亿的数额。那照他现在联邦政府已经关门的情况之下是雪上加霜，所以他现在就赶快怎么样放松？搞不好已经花掉了。已经花掉了，他就赶快放松，然后呢，就这个也赦免，那个也赦免啊，我给你你到税项都有8000项，他搞不好已经放了6000项，然后呢原则我还是给你25%，所以川普基本上就是老是拿石头扎自己的脚，这种人来执政的话，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不会解决问题的。所以他自己才是 trouble maker。好，店长。首先，我补充一下那个刚刚介大使说的这个，他这个打这个关税战地方的一个叫做联邦贸易法院，第一级川普已经输了，第二级叫做联邦巡回法院，川普又输了，但是他就坚持一直打下去，所以他能够继续执行。现在只剩下刚刚介大使说最后一关，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就在很多了解这些官司诉讼的人可能会知道。他就是借诉讼来拖这个时间，一打这个官司打个几年，在这几年的时间，我当总统，我就是要这样子做，你怎么样？反正我还只有2年3年。但是对不起，最高法院已经规定了，下个月就11月份第一次延迟辩论，然后明年2026年的6月要做裁判，要做判决。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是合法或是不合法，或是部分合法，明年6月一定会宣布。那如果真的想要说叫他说通通合法，我觉得不太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改变了很多的说法。好比说，谈判代表鲁特尼克说过，我们的叫做对等关税没有任何的豁免，没有一个能够例外。结果现在呢，目前已经宣布了几十项的豁免了，这是第一批。第二批又说，如果我们美国没有生产的也可以豁免，这有几百项。那一般来讲，我们真的就觉得他可能知道他们可能未必全胜。因为这个东西，美国是讲法律的国家，你别以为总统能够左右这个大法官这一个。第二个，我非常高兴，我不是这个郑丽文这个谈判的代表，否则我不知道该跟一个叫做言而无信的人而且这种唯我独尊只相信自己的想法的人，我怎么样跟他去谈判？像好比说台湾目前到现在为止第一个，川普每次都说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有多少人解释？我们也试图在解释。川普一直到今天坚信不疑，你解释什么他都不听，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一开始说只要到美国设厂，那你的这所有的进口的，甚至你试图设厂开始作业，不是说要生产以后，你开始设厂，你所有的产品都免税，对不对？当时我就在想说，哇，台积电在全世界有多少厂啊？你美国就这几个厂，那我台积电所有的是不是都免税？哇，后来又改了，说美国跟台湾要各50%。就是要拉高美国的这个量，台湾其他地方也50%。然后第四个，最近又说整个供应链都要去，大家知不知道台积电的1级供应链就直接跟他签约有400多家，2级供应链跟这400多家签约有2000多家，这些通通要去。我不知道最后的底线是什么。好，刚才舰长说的是郑丽君，你刚才不能讲郑丽文因为郑丽有2种，一个是郑丽文，一个是郑丽君。是。好，那我方的代表是郑丽君那因为现在在台积电这部分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这个确实的这个讲法，那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税也还没有一个解答。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